中国银行烂到这个地步了。一则1000万存款送微软实习的消息在网络炸开了锅，起因是一名网友晒出兴业银行某分行的客户答谢活动，只要在该行存入1000万元理财，就可为子女安排去微软美国总部实习。文件中写明与全球头部科技公司合作，为贵子女安排海外实习机会，全球名额仅限30位，微软实习最优。这不是电影，不是传销，是由中国金融系统里一间正规股份制银行发布的。1000万送微软，不仅是一种银行揽储手段，更是一种精英阶层间赤裸裸的资源交换。你以为你看到的是高端服务，其实你看到的是一种体制性的阶层壁垒，把普通人努力一生都触不到的资源明码标价摆在银行柜台里，供有钱人随意挑选。这不是新闻，是现实，更不是个案，而是中国金融系统深度腐烂的标志。可怕吗？荒唐吗？更可怕的是，兴业银行还不是个例。据财经媒体统计，近5年来，超过13家银行以留学规划国际教育资源为名义，为高净值客户安排定制实习内推岗位。这些岗位包括摩根大通、微软、谷歌、新加坡金管局、汇丰银行等，全部是全球顶级平台。价格呢？从几百万到几千万人民币不等。存款换实习的机制被包装成了国际视野培养，没有简历关，没有笔试题，更没有平民寒门的内卷页。而背后的运作模式，则是资源掮客加银行内线加海外代理公司，形成一整套产业链。你以为这是孩子的机会，其实这是阶层的通行证。兴业银行的这份文件，其实早在1年前就在内部流传。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些所谓的实习计划，其实并不经过微软官方招聘流程，而是通过合作方、外包公司、子公司甚至临时项目，以志愿者、观察员、企业见习生等身份安排进入。而银行负责的仅仅是撮合客户与合作方，并收取中介费用。一名在银行工作的职员匿名表示，我们不叫他卖实习，我们叫家庭资源配置，和理财一样，是财富管理的一部分。这话听起来熟悉吗？就像有人说，红色家族不是贪腐，是共享发展成果。而这些银行不过是在系统性的定价社会资源。2023年，招商银行原行长田慧宇落马，案情披露中有一条令人发指，他通过私人银行系统帮助红色家族洗钱，为某些领导子女安排国际金融实习岗位。同年，交通银行多名分行高管被查，原因是通过实习名额向权贵输送利益。而这些腐败行为往往伪装成客户服务，表面合法合规，实则权力寻租。你以为只是个别人作风问题？不，这已经是制度性问题，是整个体制对底层最大的羞辱与压榨。在这套体系中，穷人孩子从来没有机会，普通家庭只能为富人让路。你每一次为孩子报培训班，拼命补课，拼命攒留学费用，不过是在参与一场你注定输掉的比赛。更讽刺的是，哪怕你真有1000万，也未必能买到这个实习名额。真正的游戏在后头，海外绿卡、藤校保录、家族信托、香港开户、离岸资产转移。中国金融贵族玩的是一整套，你连牌桌都上不了。因为银行的首选客户往往是官二代、富二代、企业主，那些早已身处上层的人。这不是阶层跃迁，这是财富固化。你拼命读书、刷实习、考证、卷背景，只为了在秋招投个微软的简历，而另一些人只需要动动手指，签个理财协议，孩子就能直接进总部。哪怕只做3个月咖啡助理，也足够写进履历，碾压你的人生。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整个中国金融系统正在悄无声息地外包给权贵和拍卖给富人。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中国已有超过15万亿人民币的银行理财产品兑付困难，而房地产信托违约率更是高达27%。这是个什么概念？就是说，每4个投资房地产信托的产品中，就有1个暴雷，血本无归。谁赔钱？普通百姓。谁赚钱？银行高层、地方权贵、红色家族。而兴业银行这类股份制银行，正是这场骗局的门面担当。他们靠几份印着企业实习的 PPT， 打包贩卖阶层上升通道，而门槛仅仅是存个1000万。这是怎样赤裸裸的权贵游戏？2023年，中国居民储蓄账户的中位数余额是多少？你知道吗？不到2万元。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中国家庭，即便省吃俭用50年，也换不来一个送孩子去微软实习的机会。实习计划更像是金融贵族的赎买式上岸。更可怕的是，中国居然可以堂而皇之的把这种买名额模式延伸到美国的金融体系。你以为美国硅谷和华尔街高不可攀？错了，只要你是组织指定客户，只要你把钱存到正确的账户，组织就能安排进微软，安排进摩根大通。这不是连接世界，这是腐蚀世界。2024年，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披露，在过去5年，至少有13家中国银行通过实习推荐人才外包形式，安排数百名中国高净值客户子女进入美国金融与科技巨头的实习岗位。而这背后有多少是公开的？多少是合规的？谁来监管？没人知道。这种全球实习走后门的现象，不止败坏了中国的公平，也撕裂了美国的信任。而中国当权者也并不在意，他们只在意圈内人的利益有没有得到保障。事实上，中国金融系统的糜烂早已不再是内部问题，而是一个跨国腐败输出项目。比如2023年5月，中国央行前副行长范一飞被查，涉案金额高达9亿人民币，而他在银行体系担任高管期间，直接安排自己妻子的亲属在国有银行担任高薪职务，每年光吃空饷就领走上百万。这些人一边制定所谓的合规制度，一边坐在权力顶端钓鱼执法，收割百姓，笼络权贵。而一切的终极牺牲者都是中国普通家庭，因为你再努力也买不起那个1000万实习名额，你再拼搏也敌不过人家的红二代上岸套餐，你儿子简历投10次，不如别人银行账户打1次。这不仅是金融腐败，这是一场赤裸裸的制度性压榨。更可怕的是，北京不但没有刹车的意思，反而在进一步加速金融领域的党管模式。从2022年起，中国各大银行高管必须党建达标。2023年，中国设立中央金融委员会，党对银行业的控制已经不是指导，而是直接指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未来你看到的银行不再是经济机构，而是政治机关。存款要看背景，放贷要看站队，就业要看姓什么。2024年，彭博社曾报道，中国金融机构越来越像军事单位，而非金融企业。这一切正在一步步蚕食中国金融的最后信任。而最恶性的循环是，民众越来越不信银行，把钱取出来，银行就越来越焦虑，开始花式揽储，揽储失败就爆雷，爆雷后国家兜底，国家兜底的资金最终还是普通纳税人来承担。你以为自己逃过了爆雷银行，其实你早就在替他们还债。你每一张发票上的税，每一次消费的增值税，甚至你缴的社保和养老金，都可能被支援给了一个即将爆雷的银行。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现实。
看看数字就知道了。中国银保监会2025年一季度报告显示，全国有超过6200家农村中小银行存在严重资本金不足的风险，其中至少380家已经技术性破产。2024年，中国金融系统的不良贷款总额高达4.4万亿，创历史新高，而这其中有超过60%来自房地产。房子塌了，银行跟着塌；银行塌了，社会就地震。美国经济学家卢比尼在2024年初曾警告，中国将是下一个引爆全球金融危机的地雷区。他说，中国政府对银行体系的控制欲望正在让中国金融系统陷入前所未有的扭曲。而如今，1000万换实习事件不过是扭曲中的一个小角，但它足够震撼，足够揭开那层伪装的金粉，暴露出中国金融系统的真实面貌，不是金融，不是自由市场，不是为民服务，而是一场打着财富管理旗号的阶层盘剥，一场掠夺式的政治金权交易。它正在摧毁中国的希望，正在封死所有普通人上岸的出路。而当信任崩塌，社会的底层逻辑也将瓦解，再无公平，再无希望，只剩权贵狂欢和中国普通人的一地鸡毛。